欢迎来到那个币圈小姐姐的 CryptoSeeds 的频道，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敲下小铃铛。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 NFT collection， 可以称之为 NFT 界的Dogecoin。最近股市还有币圈都来到了一个熊市，其实也不能算是熊市，只能说在回调。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 NFT 就上涨，就几乎真的是很多 NFT 都一直在涨。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很火的这些项目，像是 Karafuru 还有 Azuki， 他们的画风都是非常好看的，十分细致，带点这些日系风，长得很帅，背后的团队实力也是超级坚强。那在过去7天呢，有一个项目真的是大开眼界，就是这个 MFR。 这个 MFR 呢，现在是炒到了2个以太。为什么要介绍 MFR 呢？就是现在的人真的是把迷因当做成一种文化这种东西就是非常贵了，你看不懂就看不懂哦。有这样多这样美的图画，它就是有人要买这种 meme 咯。就这个 MFR 它之前在 mint 的时候嘞，最早期是 0.069 个以太，然后现在就要涨到2个以太这么多，几乎是涨了30倍，在短短几个月里，从去年年底开始，现在直接暴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NFR 的作者 Satoshi， 他就是一个在推特上的 influencer， 然后他是一个 meme account 然后整天就是 post 那些 meme 啊，通常就是这个他都会用这个 Are You Winning Sun 的这个 meme 来做他的那个 meme。 你可以不懂 NFT， 不过我相信你一定看过这个图。然后它是一个也是那种 10K collection， 就是这个 collection 里面有10,000张这种 PFP， 这种可以做 profile picture 的图都是他用手画的。然后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些 NFT 项目，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社群建在 Telegram、Discord， 可是这个 Satoshi 呢就完全没有要经营他自己的 Discord 的意思，所以他们的那种粉丝群就有一个非官方的这个 Discord， 想 join 的也是可以去 join。 他有一个他的 story， 让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图就是真的很好笑哦，就是很像那种4岁小孩子可以画得出来那种火柴人，然后就叼根烟，画个手表，然后在电脑面前这样坐着。他就把它称之为 meme 界的 CryptoPunks 啊。然后他就有在这边讲他的故事哦，他其实怎样一开始接触到 NFT， 就是他在2021年的时候他就有接触到 CryptoPunks。那时候2021年年头的时候是超级无敌狂，如果你有经历过那一段的话，那时候什么 NBA Top Shot、CryptoPunks、CryptoKitties 那些从以前很久开始就有了的那些 OG 项目都被人家挖出来。就这样他就讲他迷上了这个 CryptoPunks， 他也是有买了那个 Punks 啊，就开始进入这个 NFT 的世界。然后他又再买多几个 Punks， 因为他相信他们真的是，他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潜力哦。然后他也是一直在买卖这些 Punks， 然后就赚钱哦。然后他都是在 Twitter 上面，他就有 post 一些他画的这些 meme 啊，就有人问他要不要自己去做自己的 NFT 这样子。然后他就有 mint 了一些在一个 NFT marketplace 叫 Foundation， 然后他一开始是收 0.1 ETH， 都是50分哦，然后还有拿去捐给有需要的人。那他想表达的是呢，你看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其实都有一个 motherfucker 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我们大家都是 degen， 然后每天坐在电脑面前，然后看一个全新的世界。不管你是艺术家、收藏家、投资家、gamer， 或者是老师还是学生什么，你每天都是可能就是要对着你的电脑来做你的这些事情。如果有一个 NFT 可以让你感同身受，所以就有了这个 NFT collection。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NFT 每一个 NFT 都有他们很像自己的特征。CryptoPunks 的话来讲，因为它是 OG， 所以它很像有一些 CryptoPunks 的元素，很像 hoodie、beanies、3D 眼镜这些东西，它都有加进去它这个火柴人里面。然后那因为现在有很多真的是很不错的项目，看起来真的是可能会在未来成为那种蓝筹 NFT 的项目，他们就会跟你讲他们的 roadmap，
他们要做什么，明年要做什么，第一个季度要做什么，到第二、第三、第四个季度要做什么，后年又要做什么东西，他都已经是 promise 你好，他们真的是有一个愿景在，知道自己要 build 着什么东西，他们是可以 build 到的啦，因为他们的团队都真的是很强，却有这么搞笑的一个NFT collection。 这个 MF First 他想要的那种元宇宙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 MF First， 所以是没有黄没有规则的，然后也没有 roadmap， 什么都没有，然后你想怎样玩就怎样玩咯，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就是没有人知道会走下去会怎样啊。然后这些 MF First 的持有者呢，他们就建了一个自己的 3D Motherfuckers Verse， 他们还会有自己的代币经济，然后还有 merch， 还有他们就是用这个 NFT collection 的这个 MF First 来做其他的 MF First， 就是无止境的 MF First。 就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像其他 project， 像 CryptoPunk 这些，或者是 Bored Ape Yacht Club， 他们这种很成功的项目一定会有很多这些人来做，用他们来做其他的项目。那他最近就推了一个东西，他就讲说你可以自己制定出来一个 roadmap， 说你会去到哪里，可是你也可以种种子，看它怎样成长。哇，这个是非常 deep 咯，做一个 meme 出来都要这样 deep 了咩？然后人家就问他你的 NFT 有什么 utility， 他就讲说 MFers 的 MFer 本身就是 utility， 就像 CryptoPunk， 可是你可以自己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就是很像你知道 CryptoPunk 它是，就算你买了一个 CryptoPunk， 你是拥有了那个图，可是你没有真正拥有把它制作成其他东西的权利。很像如果你要拍成一个电视剧，或者是你要拍一个 YouTube Shorts 是不可以的，那个 IP 其实是在那个项目方那边的。然后这 MF First 就像是 Bored Ape Yacht Club 这样子，就是你只要买了这个图，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你要把它做成衣服的一个 logo， 还是你要把它拍成一个 anime， 总之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啦，因为你是真正拥有那个东西的人，所以它的 IP 就是你的，就是很像你看到很像 Disney， 其实它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它 IP 咯，它那些米老鼠的 IP 啊，每年都可以就是帮他们赚了很多钱哦。这个也是就是为什么 Bored Ape Yacht Club 就快追上 CryptoPunk 的这个节奏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很多人都是想说，因为你拥有了这个东西独一无二，就应该是属于你的。可是为什么 CryptoPunk 不是嘞？其实这种 NFT 币圈很多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就很像之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狗仔里 Everyday， 他就是拍自己从2017年拍到2021年，每天都拍一张照，他就觉得可能就是很有趣啊，他会看到如果 collectors 买它的话就觉得很有趣。他刚开始卖的时候是 0.00001， 大概就是3块美金啊，他也是玩票性质吧。结果就有一个明星主厨就买了他的这个 NFT， 然后他就这样火了，很多东西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咯。而且你看他就是那种非常普通的，就主观来讲就算是个帅哥，就这样咯，这样你会想要买，我送你可能也不要啦，我是不会想要啦。最高的时候有去到 0.91 的，大概要3000块，过后7天它又跌下来了，跌到 0.3 啊，然后到现在就 0.129 哦，就发个 NFT， 一个22岁的年轻人就变成 millionaire， 哈哈，很想发一个。这有点像是我们的 Dogecoin 咯，有名人加持，过后慢慢上去，就热度过了就跌下来。所以 NFT 项目还是要看长久的价值，我不知道这个项目会走多长。既然你看到这里了，就麻烦订阅加入我的社群，会随时都会有跟你说哪一些 NFT 项目是值得参加的。